有新屋当然买新屋啊，开玩笑，我谁？我杨丸。洋丸还洋，皆さんこんばんは，我是阿阳。嘿，我是阿卢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讲怎么样不需要头期款你就可以买房，而且没有钱你也可以买房哦。等一下，我不是在说我开玩笑，我月收入20几万欧元也需要跟人家讲吗？一个月20几万欧元啊，一年20几万欧元啊，差不多啦，反正本来就没这个数字嘛，差很多好吗？本来就没这个数字嘛。那你讲屁讲！先讲讲我们为什么要买房。之前的房租真的太贵了，那个一个月要花我们1400欧元，大概是台币多少5万多块。？5万多块台币吧。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也只有2个人，他那90平方米的房子对我们2个来说其实太大了点啦，也用不到那么大，所以呢，我们干嘛租那个房子？不是我租不起哦，单纯只是觉得2个人租太浪费啊，那么大的地方给别人住。我们不要住，我们给别人住，我们住小房子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住小房子，精致一点的小房子啊，不然2个人住占那么大空间干什么？现在房子供不应求啊，对吧？没有啦，就是那个房子的格局，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。可是生活机能很方便，就是超市啊、火车站啊，就是走路就会到了。但是就是它的房子我不喜欢。没有哦，阿如，你喜欢的都是豪宅，像这种或是这种。之前的租金是1400欧啦，然后我们现在换到了一个新房子，现在我们是新房子是买的，然后贷款1个月差不多是800欧左右。没有那么多啦，780而已，好不好？780啊，搞温刀的代志拢公出来，你看嘛，奇怪了，你讲那么详细要做什么？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啊！我一年赚20几万欧，我有需要在这边跟大家讲吗？哼，是不是？一年20万欧是怎么赚的？卖屁股吗？因为我不是本国人嘛，所以我是个外国人，能不能买房，首先一定是先去问银行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电话去给银行，我就问他说，我不是荷兰人。那我可不可以买房子？这边有个重点，他说只要你来这边住了6个月之后，你就可以贷款。所以如果之后还真的有来荷兰工作啦、念书啦，注意一件事情，工作的人，因为像我是拿工作签证来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住了6个月之后，其实我就可以去跟银行申请贷款，准备来买房子。所以我也可以买。可以啊，你有钱就可以买，你有钱吗？你就月薪交期，你在那边跟人家买什么？根据你的收入，银行会评估一下，看你最多可以贷到多少钱。举例来说，像我可以贷到100万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是去找100万以下的房子，100万欧元以下的房子，100万欧元以下的房子就是3000多万的房子啊。100万欧元不止了啦，3000多万啊，快对啊，4000了吧，3500万啊。不就是3000多就可以找3000多万的房子？会喂，当然是看豪宅啊，对不对？有梦最美，希望相随啦。要找房子从怎么找？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上网找。所以呢，这边有一个网站，它叫做方大，所以你就只要上到方大这个网站去search你想要的资讯，看你是要在哪边的房子啦，然后买怎么样的房子啦。通常你只会有2种房子啦，一个是新屋。另外一个就是中古屋，对吧？我们其他的先不要记，我们不要说什么apartment house、penthouse 什么的，先不管这些 type， 我们先讲中古屋的情况。就是你找到你喜欢的房子之后，你就开始看你是要写 mail 啦、打电话啦什么的给房仲，跟他说你对这间房子有兴趣，然后你就跟他约个时间，然后就去那边看房子，中古屋。然后看了房子之后，如果你有兴趣，这个时候注意，重点就来了，你要跟他出价，因为会有很多其他人一起来看嘛，所以就变成要标价，大家一起标价，没有错，竞争标价，没有错。网站上面你看到的价格不是它的售价，没有起标价啦。对啊，那个房子目前它的价值是多少的金额？回去之后，你就要写信给他，跟他说你愿意花多少钱去买。你愿意多加个1万块、2万块，房仲就会跟你说 ，OK， 你得标了。假设你的出价是最高的。另外一种状况，新房子嘛，要注意的是，在这边买新房子，
它永远几乎全部都是预售物，它是用 project 来算的，也就是说这个 project 它可能是一次盖40间，然后他会先看有没有人有兴趣，假设已经有35个人已经决定要买了，买的人数到达一定的比例之后，这个房子才会开始盖。新屋的话，它的标价就是它的售价，标价就是售价，多少钱它就卖你多少钱。你以为想说，哇，这样子是太棒了，你都不用竞标，不用跟人家抢什么的，直接就买了嘛。事情永远不会这么简单。我们的例子，我们也是看了好多个新屋啦，新屋会有说明会嘛，然后你有兴趣的话，就要开始填志愿咯，就像学测一样啊，像学测一样啊。比如说这间公寓它有40个名额，然后你就要开始填你的第一志愿、第二志愿到第10志愿，就是它的房型有很多种，抽到这个房子，你才有权去把它买下来。我没有抽到你，那就拜拜了。所以这就是新房子讨人厌的地方。像我们现在买到的这间房子，我们就是那时候参加了说明会，然后填好了志愿表，最后我们没有抽中。我们是有一天房仲打电话给我，他说 Mr. 6，前面的那个人抽到了这个房子，可他不要，你现在是第一候补，请问你有兴趣吗？我那时候想说，哇靠，有中有新屋当然买新屋啊，开玩笑，我谁？我杨完。哇，还养完，哎，年收20几万欧元，我怎么可以？怎么可能买那什么中古屋？不要学蛇王。像我买到房子之后，这时候下一步是要做什么？先去找房贷顾问。通常业务已经会有配合的房贷顾问了，我们这边叫做 Hypothec， 但是我不确定它的中文翻译是不是房贷顾问。房贷顾问会帮你把所有房贷事情全部都弄得好好的，你什么事情都不要干，你就只要让他帮你去跟银行沟通，然后帮你把文件都准备好，然后他还会帮你去找银行，帮你比对所有的银行，哪个利率你最喜欢，哪个利率最低这样子。我这边要说另外一个重点就是，不见得每间银行都会通过你的贷款。Hypothec 帮我找的第一间银行，好像叫什么荷兰人的投资银行吧，不知道什么。然后我就说，这位刘先生的钱真的太少了。我说开玩笑，我一年30几万，你跟我说钱太少，你的年薪怎么增加到30几万欧元呢？所以后来呢，房贷顾问就帮我们找了 ABN AMRO， 是我们这边算是荷兰的3大银行其中一间，很大间的银行，然后贷款就过了。就我也不知道那个荷兰人的银行在做什么，他可能是给那种真的赚很多钱的，就是真的抠牙啦，在办贷款用的，有钱人对啊，就专属的银行啊，有钱人才会去投资啊。就是说我就是没有钱，没有投资，没有钱。我们就是稳稳的。哎，现在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一年赚40几万，我有这样子说话吗？等等，你的年薪又变多了哦。好吧，我们赚多少钱，我们赚很多钱，我们也没有必要让银行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赚很多钱，我有必要让你银行知道？我偷偷在这边在家里做手工艺赚的钱，我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啊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下场就是贷款不会过啊，就是这样。你倒是说说什么手工艺啊，说来让大家笑笑。通常银行会要求你准备一点点的钱，这个钱呢就是手续费。所谓的手续费就是你要付给银行，银行帮你贷款要钱嘛，又不是免费的，那很好看。房贷顾问他也要人工费，对吧？那很好看，天天免费的。然后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个会提到的公证人 ，notary， 翻译应该是公证人，他也要手续费，所以银行会叫你准备一笔钱。手续费，他怕你贷款贷好了，但是结果没有钱去付那个手续费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是买新房子，这个新房子这种东西你买来，它就真的只是个房子，什么都没有，它就真的只是个房子。不水泥，就是水泥地、水泥墙，然后什么都没有，对，连灯也没有，就是窗帘也没有，有窗户了，只有废话吧，那个风雨不是灌进来了吗？还有马桶，有莲蓬头，脸盆、洗手槽这样没了，然后其他全部是你自己弄。刚刚讲到那个脸盆跟洗手槽啊，那时候交屋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，我还想说，哇，这不是监狱犯人才有的那个，就是很空，就一个莲蓬头，一个洗手槽这样。真的。所以所有的装潢你都要自己来。好，所以我刚刚讲到，我们贷款，所以装潢我也贷，因为你所有东西都要装潢嘛，没有地板，没有墙壁，墙壁没有涂漆，所以
装潢我也贷款，我连刚刚我讲到的所有的手续费我也贷款，因为它是新房子，所以它盖需要时间，对吧？所以你可能要等1年，这房子才会交入到我们手上。OK， 那在这等的这1年期间，你就要开始交房贷了。所以买到房不要太开心，这就是噩梦的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缴房贷，可是你要有地方住，你又要缴房租，所以你要房贷、房租同时缴，你也跟银行贷了这一部分。也就是说，第1年的房贷我们也贷，房子本身的钱我们也贷了，我们前后贷款超过了100%，我们贷款贷到了快110%吧，我记得108%，好像差不多。你就讲出来，你又把我们家的事情都讲光光，那什么没有关系，讲的好像我没有钱就只能贷款一样。我1个月50万哦，我也要这样子跟人家讲说我赚很多钱吗？怎么薪水一直增加？你的工作是正经生意吗？现在就是准备要去签文件了嘛。签文件的话，你就要去找 notary， 就是公证人，翻译好像叫公证人。你要到公证人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会帮你把所有的文件准备好，你要准备签名签那个文件上面。他知道我们2个人母语是中文，他就帮我们找了一个中文翻译，很好心吧？因为他怕你那些什么条款的不懂，怕被人家骗，对不对？很好心帮你找了一个翻译来，把所有的东西都讲中文给你听，但是要付钱。他们那个公证人最后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的主管，应该是他们公证人事务所的所长吧，还是什么的，他就是要在这份文件上面做最后的签名，然后他就开始签了。然后他那时候怎么签？你说？他就一直画圈，很像那个弹簧的那种，然后这样子，这样，对啊，就是台湾不是有那种弹簧被拉开，然后弹簧，然后很像这样子一直画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想说他是不是在做试笔啊，就是笔没有水，有没有在那边画？没有，那是他的签名，那是他的签名，超屌的，因为你看不出来他的姓，也看不出来他到底在写，是不是在写他名字？我跟你讲，就跟结印，就像在画画一样，没有结印，就跟结印一样，然后画，这样，以后我也要设计，就是画一条龙。我跟你讲，我下次就弄一个小鸡啄米图。想必那是鹰，你雕的就是，想必这是鹰就是我吧？不，你是下面那只小鸡在啄米。想必那只小鸡就是用你身体的。好，最后跟公证人签约完之后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开始漫长的等待，等1年，邦邦，1年之后，这栋房子，现在分享一下我们这间房子的一些小故事好了。动工之前，它有个动工 party， 很大的一个场地，然后有一些服务生，然后提供一些小吃还有酒这样子。然后我们一进去之后，首先我先傻眼，因为我不认识半个人嘛，我不认识半个人，然后我想说，怎么办？然后这时候就有人叫住我 ，Mr. 六 ，Mr. 六，你一定就是刘先生吧？然后我就想说，你怎么知道我是谁？然后他就说他是这间建设公司的负责人。他说，因为这边就只有你一个人姓刘，因为这个时候我马上回头看了一下之后，发现，对，只有我一个东方人，所以对，只有我一个人姓刘，没有错。然后，所以他马上就可以一眼认出我了。然后我们在那边就开始聊天，然后先认识一下你隔壁的邻居。然后阿如这个家伙，在那边一直喝酒啦，一直喝，喝到还要续杯，一直续杯。然后还跑去问那个服务生，这酒好好喝哦，你说这什么牌子的酒啊？可以跟我讲吗？在哪里买的啊？然后那服务生还很好心，就这个酒是什么酒？然后你什么牌子这样？真的蛮好喝的。二如就是个酒鬼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头期款，像台湾就是你一定要有20%啊、30%的头期款，对，就是没有，这里不用。好了，就差不多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2个在这边买房子的一些小故事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呢你有什么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然后记得一定要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咯。多谢，See ya。